叶晨睡得香甜，但身边的萧初然却几乎一夜未眠。经过这一晚，他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其实有多爱叶晨。若是早些迈出这一步，过去6年的夫妻生活一定会增加许多美好回忆，甚至说不定两人早就有了爱情的结晶。只可惜人永远没有机会走回头路。翌日清晨，萧初然的手机收到了唐四海用马甲号发来的微信。微信的内容其实是一个聊天记录合集，聊天记录是一个女生头像的人发的。先是发了几句话，有个60多岁的华人老先生在墨尔本街头遇袭，行凶者都是当地未成年青少年，这帮人实在太过分了，把一个老人打得头破血流，送去医院急救。后面紧跟着是好几张图片，有几张路人以及监控拍摄的画面截图，甚至视频片段。图片可以清晰地看到唐四海被这些人围住，最后遭到他们的围攻。唐四海在这些年轻人的面前几乎没有什么招架之力，很快就被打倒在地，满脸鲜血，不省人事。后面的照片里，这些 teenager 不紧不慢地逃离了现场，唐四海也被路人叫来的救护车送去了医院。聊天记录中有人问这个女生：我靠，这什么情况啊？为什么要打人？女生说，这位老人在墨尔本街头正常行走，几名当地的 teenager 忽然从旁边的巷子里冲出来，把他围住，向他索要钱财购买香烟。被老人拒绝之后，几人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对那个老人大打出手，把人打倒在地，还抢走了他的钱包和腕上的手表。妈的，这也太过分了吧！老人情况怎么样了？有没有生命危险？暂时还不清楚。听说这老人是一个人，刚移民到澳洲不久，在这里也没有亲人，我们当地华人在想办法联系救助了。聊天记录合集到此结束。萧初然看得惊骇不已，因为他看得出图片和视频里唐四海的伤不像是假的。结合前段时间就经常看到澳大利亚这些无法无天的 teenager 在街上攻击亚裔移民，他便意识到唐四海这是一身入局，制造了这条新闻，并希望以此来将叶晨的视线吸引过去。他惊讶之余，也不禁在心中感叹，叶家的这些旧部对叶晨确实算得上是忠心耿耿。随即他忍不住问唐四海，您没事吧？唐四海回复，谢谢叶夫人关心，不算什么大事，要辛苦夫人找个机会，想办法让少爷也看到这些内容。好的，萧初然立刻回复一句。随后他看了看时间，已经是早上7点半，他不敢耽搁，拖着疲累不堪的身体从被窝里钻出来。刚出被窝，他便看到床边躺椅上那带着鲜红血渍的床单，脸颊顿时红到了耳朵根。他还记得昨晚弄脏了床单之后，叶晨索性将床单撤下，将他那床被子铺在了两人身下。他当时也没顾上这些细节，现如今才发现如此窘迫的情形，于是赶紧趁叶晨还没起床，便将那床单仔细地叠了起来。虽然他的动作已经非常注意，也十分轻柔，但还是将叶晨从睡梦中吵醒。叶晨睁开眼来，见老婆正在收拾床单，不禁惊讶地问，老婆，你怎么一起床就开始收拾东西啊？萧初然被他吓了一跳，赶紧慌张地说，啊，没事，就是顺手收一下。你醒了？叶晨点点头，坐起身来冲他张开双臂，道，老婆，想再抱一会儿。萧初然红着脸说，先别抱了，醒了就先起床洗漱，我打电话订些早餐，让人送到房间来。叶晨下意识道，直接去餐厅吃自助就是了。萧初然羞臊地嗔道，那你自己去吧，我浑身又酸又疼又累，一点也不想折腾了。叶晨这才恍然大悟，于是赶紧笑呵呵地从床上起来，说，那老婆你到沙发上休息一会儿，我打电话订餐就好。此时的叶晨只觉得生活幸福无比，这种质变给感情带来的提升简直就是翻天覆地。打过电话，酒店很快便将装着早餐的餐车送到房间，两人在昨晚吃蛋糕的落地窗前对面而坐。
窗外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道路上的积雪已经都被清理干净，但房顶、树梢以及途经的许多车辆上方，还都挂着厚厚的积雪。原本已经有些回暖的天气，今日忽然又降低几度。叶晨感叹，天气这么冷，燕京好像也没什么能玩的了，不如咱们早点回去吧。萧初然抿着嘴轻轻点了点头，说，我都行，听你的。说着，他不太自然地把玩起手机。这时候，那条推送正式推送到了他的手机上。萧初然不动声色地点开，随后眉头微蹙，自言自语地嘟囔道，这帮家伙真是太过分了。叶晨此时哪知道，自己的老婆正在把自己当鱼一样钓来钓去。听萧初然嘟囔，他便赶紧问，老婆说什么呢？哪帮家伙太过分了？萧初然有些气愤地说，我一个在澳洲工作的朋友给我发了一些聊天记录截图，澳大利亚墨尔本几个 teenager 年轻人把当地一个华人老者打了，打得还挺重，关键人家什么都没干，只是从他们跟前过就被他们打了。叶晨倒是没当回事，感叹道，哎呀，怎么说呢，别看欧美以及澳洲的白左们每天都在叫嚷着反对种族歧视，但其实种族霸凌这种事情还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那帮没什么教养的 teenager， 仇视亚裔的情况在这个群体里普遍存在。这种事在澳大利亚，甚至欧美这么多国家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说到这里，叶晨又不禁感慨道，我之前还看到中东那些战乱地区的小孩子也对我们华夏人说出过一些很冒犯的专属词汇。你说他们明明自己吃了上顿没下顿，都不知道哪天搭的窝棚就被炸弹掀翻了，还有闲心去歧视其他人，说白了就是缺乏教养。况且有些人不只是没教养，而是天生的坏种。萧初然点点头，赞同地说，你说的对，这样的 teenager 就是没教养加上天生的坏。另外就是他们在自己的家门口天生有些排外，也有些有恃无恐。对，叶晨无奈地摇摇头，希望海外的亚裔们能够团结起来吧，遇到这种事情不要忍气吞声，一定要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萧初然微微点头，看着手机不忍地说，这个老先生真的好可怜啊，新闻上说他才刚移民到澳大利亚没多久，似乎也没有亲人在那里，现在重伤住院，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说着，他把手机推到叶晨面前，叹息道，你看他被打的好可怜。叶晨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萧初然的手机屏幕，只一眼，他整个人便仿佛触电一般僵硬，瞳孔也猛地一缩。他一眼就看出画面中那个被打到满脸鲜血的老者，就是叶家之前的大管家，那个跟随父亲多年，又为叶家鞠躬尽瘁的唐四海。此刻他的内心震惊无比，同时又焦急万分。虽然唐四海上次的不辞而别让他意识到唐四海很可能有其他效忠的对象，但他可以确定一点，唐四海绝对没有害自己的心。相反，这么多年他为了保护自己可谓是煞费苦心，说是恩人也不为过。自从唐四海失踪，叶晨虽然很想找到他，但也一直没有付诸行动，因为他觉得唐四海的离开一定有他的苦衷，可能某些隐情他不想让自己知道，自己要尊重他，不能为了心里的求知欲去毁掉他悄然离开的计划。可是叶晨万没想到，唐四海竟然会出现在澳大利亚，甚至还在澳大利亚被一群该死的 teenager 打成重伤。他不知道唐四海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但这种事情他绝不能袖手旁观。看完这些图片，他越看越是怒火冲天，拳头已经不自觉间紧紧握起。为了不被萧初然看出端倪，他不动声色地将手机递还了过去，口中感叹希望这位老先生平安无事。同时他拿出了自己的手机，立刻在微信里将洪武、陈泽凯组成一个微信群，然后在微信里发出信息，唐管家在墨尔本被一群青少年袭击了，
老陈，你立刻安排叶家在那边的工作人员去核实查探，同时订今天最早的飞机从燕京飞墨尔本，给我也订一张机票。接着他又发出一条信息，洪武，你也立刻看一看最快的机票，看看金陵有没有直飞的飞机，如果没有，就看看燕京和沪城。陈泽楷发来回信，唐管家怎么会在澳大利亚？少爷您稍等一下，我立刻跟进这件事。另外，您如果着急的话，要不要我安排私人飞机过去？叶晨回复，不要安排私人飞机。唐管家之前在叶家工作这么多年，他的身份对破青会来说是公开的，他如今在澳大利亚出事，还不知道会不会传到破青会的耳朵里去。如果我们再坐私人飞机过去，很容易就会被有心人查到关联。对了，你通知一下叶家在当地的工作人员，这件事目前应该还没有被大肆报道，最好能花点钱买通一下当地媒体，别让他们进一步报道这件事情。洪武这时回复，叶大师，我刚看了一下，沪城今天没有飞墨尔本的飞机，燕京今天下午倒是有一班，我现在就动身去机场，第一时间去燕京机场等着。辛苦陈总订机票的时候，也给我订一张，我跟你们一起去。